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，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了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一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，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，门没锁。我推开了房门，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本能地捂住了嘴巴，想着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，毕竟我多待一秒，危险就多上1分。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，一阵细微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地扭过了身子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下一秒，我几乎是疯了一样逃回了自己家。然而在我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张褶皱的纸条，这显然是有人刻意塞进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猛地将纸条摊开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快跑！我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，这会是谁塞的纸条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报警。可我不知该跟他们怎么说，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荒唐的故事。我私闯了民宅，还发现了命案，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。这种情况令我一筹莫展，虽然我很想救对面的女孩，但是却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也可能被凶手盯上了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纸条，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，楼道2端都有监控，那个放下纸条的人一定会被监控拍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跑到了小区的保安室，利用自己小区业主的身份，成功的看到了监控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随即将视频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这个人一头波浪卷发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此人目光中显露出的疲惫。我一脸惊恐地后退了几步，这不就是住在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她又为什么要在窗帘上留下求救信息？我又回想起床上的血渍，难道杀人的是这个女人？可她为什么又要给我塞纸条呢？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我疲惫地回了家，还特意检查了反锁的门，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不能待下去了。我紧忙收拾起屋子里的东西，正当我收拾到桌上的电脑时，眼睛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对面楼的女人家。
只见他家窗帘忽然被猛地拉开，接着是女人一脸急切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站在窗前手舞足蹈，似乎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信息，可声音并不能传这么远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看到她不停地用手指着窗户上的图案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她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现在可是深夜，谁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来访？敲门声一阵阵的传来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，我始终没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我慢慢挪到了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去，那是个看着很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胡子拉碴的，皮肤微微泛白，看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出过门了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望向了窗户对面的女人，她依旧一直晃着手臂，再次指了指那个诡异的符号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通了一切。505，对面窗户上的图案根本不是求救信号，而是505，那正是我家的房号。那个女孩一直都在提醒我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停止，但我依旧不敢开门，我怕她还是躲在了我家门口。对面的女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她想着要救我。想明白了一切后，我下意识咽了口口水，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个男人被抓住了，起初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直到找到了对面的女人，经过一番开导之后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孩因为不拉窗帘而被男人盯上了，后来又遭受多次伤害与威胁，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迟迟不敢报警。这些天男人也一直在女孩家里，当然也发现了站在对面观察女孩窗户的我。而我去他家的那天，那个男人其实就在屋内，但因为门是开着的，他不好下手。女孩则是恰好找了个借口，特意跑到我家，留下了纸条，就是想提醒我离开。因为他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，即便他不敢报警，他依旧鼓足勇气想来提醒我。最后那个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则经过女孩同意后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篇精彩的故事，希望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独居女孩看到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即使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在逃中，请市民关好门窗，不要外出。泡澡时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消息，当我还没有消化完这条消息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我泡在浴缸的身体一僵，我们小区根本没有物业呀。我并没有回复，急忙穿好衣服，谨慎起见，我趴在了猫眼处。门外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保安，正埋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我心中的恐惧逐渐升温，回想起半年前业主们和物业的争执，现在突然上门来检查，这太奇怪了。正在我犹豫时，猫眼外突然一片漆黑，是楼道里的灯熄了吗？但通常情况下，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应该还会亮着。这时，一阵微弱却清晰的呼吸声透过门缝传来，刺入我的耳中，让我全身的毛发都竖立了起来。恐怖的认知在我脑海中闪现，这不是楼道的灯坏了，而是有人把脸紧贴在我的猫眼上。我捂着嘴，强忍着惊叫，任由恐惧在心头蔓延。此刻，我不敢有任何大动作，更不能发出任何声响。随后那人又用耳朵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，见我屋内实在没动静，便转身去敲了对面的房门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他的声音回荡在空落落的楼梯间。我是501，对面是502，住着一个单身宅男，30来岁，可能是个 IT 工作者或游戏主播。他总是默默无闻，看起来有些社恐，可能跟我一样是个 I 人。保安又敲了几下门，没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睡衣、头发凌乱的男人就开了门。两人在门口说了什么，随后物业就被对面小哥领进了门。砰的一声，房门关上，楼道又恢复了宁静。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，难道这个保安真的是物业派来的？我翻看着业主群，寻找可能错过的消息，但群里静悄悄的，也没有任何通知，这不禁还是让我感到一阵不安。这时，手机提示有人添加我的好友，是502，消息备注是：你好，我是住在你对面502的，请问晚上有物业去你家检查门窗吗？什么情况？物业刚进他家，他却在问我。我迟疑着，并没有通过好友请求，转而发消息给楼下的401的女大学生，因为之前拿错快递有点小误会，所以我们才加了好友。妹妹，我想问下，今晚有物业上门检查门窗吗？我握着手机，有些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。下一秒，手机震动了2下，是401发来的消息。有的，刚检查完不久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被今天的新闻影响，有一点被害妄想症。我苦笑着揉了揉头，眼睛再次扫到手机里的消息。这一眼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面上的钟，10点30，物业进去502将近20分钟了，检查门窗需要这么久吗？我忍不住又给401发了条消息，物业检查门窗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？大约半小时。简短的5个字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慌。我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了，颤抖着手翻找着之前的聊天记录。401的妹妹是个表情包控，可这次的2条信息简短干练，不仅没有表情包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。
与此同时，楼道里突然传来开门声，我赶紧趴到门口一看，物业的人出来了。他把门关上，在本子上记录了几笔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紧接着传来电梯开门又关门的声音。我赶紧看了看时间，10点35，物业从进去到出来总共29分钟，和401说的差不多。难不成真是我想多了？楼道的灯再次熄灭，周围陷入一片黑暗。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确认无异状后，终是松了一口气。夜晚的小区很安静，只有偶尔的猫叫声，但想到晚上弹出的新闻，我瞌睡全无。我端着牛奶坐在阳台，我记得单元门口是道铁门，出入需刷卡，而且铁门开关的声音很大。可我坐在阳台许久都没听到关门的声音，难道物业的人还没走？据我所知，6楼是没住人的，且就算他从6楼敲一圈门再下到1楼，也花不了多长时间。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，那名自称是物业的男子还在我们这栋楼里。这时401的妹妹又发来消息，抱歉啊，小姐姐，刚刚我在涂指甲油，没法拿手机，是我男朋友回的消息。这次有标点符号，有表情包，还没等我回复，他又继续发，小姐姐，你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吗？好吓人，还好我们小区有物业的人上门检查门窗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小区换了新物业，1楼的王叔就是物业队长。原来是1楼的王叔，那他不出单元楼就很正常了。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回复谢谢你啊，太晚了，快睡觉吧。群里最后一条消息是王叔早上发的，他早上8点的时候在群里发了今日天气预报，他温馨提示晚上会有雷雨，让我们记得收楼顶的衣服。鬼使神差，我点开王叔头像，申请加他好友，没想到他居然秒通过。你好王叔，我是楼上的邻居，我想问下今天晚上物业组织上门检查了吗？王叔也很快回复，对的，物业临时组织上门检查，你现在在家吧？那你有去过401吗？我帮他拿了快递，可现在又联系不上他。那他没在家吧？我刚刚敲门也没开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家？我这会儿就上来。收到这条消息，我的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王叔怎么说401不在家？可401明明说王叔已经去过他家了，一个说去过，一个说没去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见我没有回，他又继续发，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见我没回，王叔急急忙忙弹了我2个视频，我没有接受。印象里王叔是个有些慢性子的人，可从他刚才的字里行间里，无不透露着一股急切和压迫感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直接回复对不起王叔，我今天不在家。消息发出去后，王叔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总感觉王叔有些不对劲，但我也说不上来。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提醒邻居们小心那个杀人犯。我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。这栋楼里，1楼只住了王叔一家，2楼没住人。301是位养狗的小姐姐，担心扰民，每晚出去遛狗。401是刚念大2的妹妹和她男朋友。402是个热心肠的男子，叫小赵。5楼就是我和对面那个比较宅的男子。6楼未住人。眼看红包已经发出去5分钟了，一个领红包的人都没有，我有些焦急，看了眼时间，马上11点半了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业主群里的几个邻居都加了一遍好友，可都没有回应。301的小姐姐这个点应该要遛狗回来了吧？我焦虑地站在窗户边往外望，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紧接着响起轰隆隆的雷声，随后豆大的雨滴开始砸落下来。或许301看到了天气预报，所以今晚没有下去遛狗，他很有可能已经睡觉了。我松了口气。下一秒，我的微信响了，又是502发来的好友邀请。你好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觉得今晚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他的话让我瞌睡彻底没了，汗毛直立。502，他也发现了异常，我赶紧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。然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今晚有听到3楼的狗叫吗？对哦，我才想起来，301的小狗生性活泼，所以经常半夜听到狗的叫声，这么大的雷声它肯定会狂叫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今晚确实没听到它的声音，会不会是睡着了？刚才那么大雷和闪电，狗的耳朵很灵敏的，那雷声早该把它吵醒了。所以你是什么意思？他那边显示消息正在输入，许久发过来一句，可能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汗毛直立。我想的那个意思，3楼的狗狗它，难道我们这栋楼真的进杀人犯了？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接着是一阵巨大的雷声。雷声过后，紧闭着的窗户中隐约传来2声狗叫，看来又是虚惊一场。我擦了把额头的冷汗。你听，3楼的狗叫了，可能是最开始的雷，没把它吵醒。这会儿它醒了，听到了，但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总觉得今晚不对劲，你检查好门窗关好没？我再观察下，有事跟你联系。好，我回复他。我瞅了眼门口，门是关好了，但还可以更结实一些。我悄悄把桌子挪到门口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呻吟声，有人在我门口。救命！我赶忙透过猫眼看去，可门外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吓得赶紧给502发消息，我家门口有个人，可我看不见。你家那个位置能帮我看看吗？我吓坏了，打字的手都在颤抖。
过了许久，他回我了，确实有一个人趴在你门下，他手上还拿着刀。我从我家猫眼看对面502，除了一团漆黑和一点绿光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楼道里这么黑，他怎么会看得如此清晰？是王叔吗？没看清楚，我马上报警。你躲进卧室，不要出来，把房间门反锁好。我按502的提示刚往后迈了一步，门口突然响起猛烈的砸门声，每一次大力的敲打都像是砸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咚咚直跳。他到底是谁？楼道的声控灯伴随着砸门声也亮了起来，可我不敢往外看。就在这时，402的小伙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激动的手都在颤抖。终于有人回复我了，便赶忙将今晚的情况大致跟他说了一下，让他别出门，小心一点。402的小赵年纪不大，25、6的样子，平时会晨跑和健身，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。这下即使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胜算也大了些。我还告诉他，在我门口的人可能是王叔，我让他千万别出门，只要不出门，等警察来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可402却慢悠悠回复我一条：什么王叔？他刚刚不是还来我家检查门窗吗？我上来看看。502说门口那人手上是有刀的呀。我怕402上来受到伤害，连忙阻止：哥，别上来，他有刀，你去看看新闻，今晚麻集市发生凶杀案了，凶手到现在还没抓到，很有可能就是门口那人啊。那有点刺激，这不是行走的一等功吗？你放心妹子，我练过的，他有刀，我也有啊，我还正当防卫呢。你别怕，你刚刚不是说502也在家吗？你让他帮我吸引一下注意，我绝对能制服他。平时只觉得402的小赵是个精神小伙，没想到脑子确实挺神经。这种时候，他居然想着上来单挑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脑回路不太正常的人？你别上来添乱了哥，他现在的目标是我呢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你别等会儿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可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这小子不会已经收拾东西上来了吧？我赶紧将这件事告诉502，502同我一样，气得连发3个问号。门口的砸门声还在继续，知道有人要上来后，我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，便大着胆子往猫眼方向看去，可没想到竟然不是王叔。门外的人头发凌乱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他是楼下401妹妹的男朋友小兵，他的手上确实拿着一把刀，通红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家门的方向，楼道里的灯随着他的动作忽明忽暗，画面看起来很是诡异。在我印象中，小兵是个斯文的男生，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他身上的那些血是楼下妹妹的吗？难道他就是那个杀人狂？那之前说要上来找我的王叔又去了哪里？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电梯叮的一声停在了5楼。402的大哥不会神经到直接坐电梯上来的吧？门口的砸门声猛地停了下来，我再次透过猫眼看去，只见小兵慢慢靠近了电梯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小兵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猛地一脚踢向浑身是血的小兵，两个人迅速扭打在一起。原本说好帮忙的502迟迟没有开门，我担心402会有危险，慌乱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问帽子叔叔为什么还没有来。不好意思女士，之前我们并没有接到麻吉小区的报警电话。502并没有报警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等等，我猛然想起小兵敲我门的眼神，他的眼神不是暴怒，不是杀红了眼，似乎是害怕。他在害怕什么？我看到他们扭打后被扔在了一边的东西，是那把刀。我看得并不清晰，可502究竟是怎么在一片漆黑中看到小兵手里拿着这把小刀的？就在这时，楼梯间闪过一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502。他不是在家里吗？瞬间，整件事变得清晰起来。王叔半夜收到消息说麻吉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没抓到，所以接到通知要连夜检查小区内业主的门窗。他是从楼下往楼上开始检查的。最开始他确实检查过301、401、402，然后来到了我家，因为我在洗澡，加上心理恐惧，就没有给他开门。于是他去了502，进入502后，王叔意外地发现对方就是杀人狂，所以被残忍杀害。而后走出来的那个人其实是换上安保衣服的502，他直接去了401。小兵也是在慌乱之中逃到了我门口。我猛地冲出房门，大喊道：我们都被骗了，502才是凶手。声音一出，在他们都愣在原地的片刻，我趁机将手中的辣椒水直接喷向了502。就在502看不清的时候，402和小兵也缓过神来，跑上前将502制服。没过多久，帽子叔叔就赶了过来。看到帽子叔叔，想到这一晚的惊心动魄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在浴室里发现了一团不属于我的长发，开始我认为只是上一任租客留下的，随手清理后便没放在心上。然而今天新的头发又出现了，不安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。我没有室友，房间的门卡也只有我一人持有，难道有人在我不知情下进了我的房间？因为是公寓出租的旺季，公寓管理员李姐带我来看房子的时候，只剩下这间404房间，屋内的布局和宣传单上介绍的几乎没差，当即我就决定入住了下来。可没想到
我已经连续2天发现这个不属于我的头发了。我率先检查了门窗，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可是头发肯定不会凭空出现，这一切真的太诡异了。我去找了公寓前台小美，她总是笑容满面，又和我年龄相仿，我们一直聊得很投机。但今天在她的话语中，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公寓的管理员李姐有一张万能房卡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，她也可以打开我的房门。难道真的是李姐吗？正在我思索的时候，刚好碰到李姐神情慌张地从隔壁的房间走了出来。她尴尬地冲我点了点头。就在经过我的时候，她头发的香味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，和我浴室里的那团头发味道惊人的相似，这让我更加对她产生了怀疑。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房间。印象中我隔壁住的是一个年轻长发文艺男，生活中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任何交集才对，为什么李姐会从他房间出来？我心里纠结万分，想直接去质问下李姐，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。好在隔天晚上浴室里并没有新的头发出现，我心事重重地整理着衣服，却意外地发现最喜欢的红色卫衣不见了。我翻遍了整个屋子，但都没有找到。我有点疑惑，不确定是不是搬家的时候没把它带过来，还是说有人拿走了我的卫衣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但又觉得是因为头发的事情害得我想多了。我觉得有些压抑，想着出去透透气，顺便将垃圾扔掉。然而就在我刚靠近垃圾桶时，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住在我隔壁的文艺男。更诡异的是，他身上穿着的竟然是我丢失的那件红色卫衣。我震惊地捂住了嘴巴，难道是他进了我的房间？但我又想到昨晚李姐神色慌张地从他房间跑出来，还是说是他和李姐之间有什么秘密？我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去，生怕惊动了他会惹来更大的祸端。路过前台时，小美看出我神情恍惚，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忍不住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。小美表示之前从没听过公寓里丢失过任何东西，但又出于担心，便表示晚上可以过来陪我。当晚我格外好眠，而我的房间内也没有再多出头发或者出现什么异常。直到第2天下班后，我忘记带房卡，突然想到小美之前跟我提过李姐那边有万能房卡，想了想，我便给李姐打去了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李姐表示她现在不在，让我去找小美，她知道万能房卡在哪里。我瞬间愣怔在了原地，那为什么小美会说只有李姐有房卡？当晚我做了个噩梦，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，有个女孩一直在喊我的名字，小谢，小谢，小谢。一种愧疚感迫使我猛地睁开了眼睛。小美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她手里拿着我丢失的衬衫，闷闷地开口道：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公寓管理员李姐，万能房卡一直都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我和小美都可以用它帮忘记带房卡的租客开门。403的阿龙一直在疯狂追求我，可我已经有了家庭。那天去找阿龙也是想跟他摊牌，没想到在门口碰到了小西，希望他什么都没有听到吧。我是阿龙，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，我很喜欢李姐这样有魅力的女人。那天去翻垃圾桶，是因为我的相机的储存卡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找到。我穿的衣服确实是我自己的，其他我什么都不清楚。我是小美，曾经我有个好朋友，当所有人都孤立我的时候，他也选择远离了我。当他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发现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了。下水道口的头发其实是李姐的，不过是我故意放的。小西丢的那件衣服也是我拿走的，就是要让他自投罗网，100%相信我，然后我再将他推向深渊。可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发现了。你有没有一谈恋爱就消失的朋友？我就有一个，但我感觉他最近有些不对劲。起初是他发的一个朋友圈，我就说炸鸡什么的还是半夜吃才香。配图是一桌的炸鸡薯条。虽说深夜放毒没什么奇怪的，但是他是一个健身博主，对这类高热量的食物从来都不碰的，怎么会发这些呢？我打开了对话框，对他嘲讽道：果然女人一谈恋爱就会变啊。对方很快显示正在输入中，可等了很久依然没有消息发过来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已经半夜12点多了，怕是我耽误人家亲热了吧，索性我就没有再继续发消息了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就凉了。没过几天，我坐地铁时又刷到了他的朋友圈。你就是我的宝藏男孩，这辈子认定你了。配图是2人的贴脸合照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男朋友，帅气阳光，闺蜜也笑得很灿烂。我赶忙在下面评论：这恩爱秀的，啥时候也让我见见啊。
他也很快回复，会有机会的。然而当我眼睛再次扫到消息的时候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简短的5个字看得我很疑惑，他之前每次发消息最后都会带个表情，为什么这次什么表情都没有？但转而想想，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帮忙回复的，便没有在意了。茄子。直到朋友聚会的时候，他也一直没有出现。朋友们也都在吐槽他是个恋爱脑，谈恋爱了就直接玩消失，发消息也不爱回，打电话也不接，连视频账号也不更新了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作为一个健身博主，他已经断更半个月了，这显然是真的不正常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又打开了他的朋友圈，最新的一条是昨天晚上发的。让我简直无语，这华夫饼又硬又难吃。配图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华夫饼，我赶忙往下拉，一瞬间让我汗毛直立，我大喊着快报警！干嘛？到点了，该发朋友圈了。如果我遇到危险了，你可一定要救我啊！暗号就是第二个字。如果你的前任总在半夜给你发消息，你会回复吗？我想你了。深夜，一条不合时宜的短信让我猝不及防，因为是陌生号码，我以为只是有人发错了消息，直到第2条、第3条接踵而来。你就这么离开我了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，突然回忆起曾经被某个人支配的恐惧，脊背瞬间冰凉。这语气和说的话不是别人，肯定是前男友。可这是我刚换的手机号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我的手心渗出冷汗，不想和他再有任何瓜葛，我自然没有回复信息。隔天我问了身边的闺蜜，奇怪的是，她们一口咬定从来没有把我的新手机号透露给她。然而在此期间，那个号码一直频繁给我发来信息，我希望可以看到你，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。她不停地卖惨，诉说着对我的想念，可我却没有一丝感动，心里只有厌烦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短信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要去找你。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他又在发什么疯？不会真的找过来吧？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但随即又安慰自己，我已经搬了新家，他应该不会找到我。可猛然间，我又想到了，他都能设法找到我的新手机号，难道会找不到我的新住址吗？一想到那个男人随时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的手脚冰凉，神经绷得特别紧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将门窗全部反锁，然后瑟瑟发抖地躲在被窝里。可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紧紧盯着我。那晚我一夜未眠。第2天一早，我立即行动起来，在我家门口和房间端了监控，我还准备了防狼喷雾，把报警电话也设置为紧急联系人。尽管一切准备就绪，可我的心里还是很不安，整个人笼罩在恐惧的阴影里，生怕我开门回家时，那个男人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。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，可自从那条消息之后，他却再也没有了音讯。转眼来到了我的生日，几个好友来家里给我庆生。在我喝的微醺时，我再次收到了一条信息：我今天很想你，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。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的信息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你。愉悦的心情被前男友恶心了一把，瞬间变得很糟糕。然而他接下来的一条消息更是让我火冒三丈。你不理我也没关系，我去找你。想到前段时间的提心吊胆，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，我咬牙切齿地回复道：那你来呀。消息刚发送，那个男人立即有了回应：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第2天，当我醒来打开手机时，瞬间傻眼了。那个陌生号码竟然给我打了20通电话，我心里慌张不已，颤抖地翻着昨晚的信息，他只发了2个字：等我。我吓得吞了吞口水，为昨晚的口嗨后悔不已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我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挪到了门口。门外竟然站着2个帽子叔叔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打开房门：你好，请问你认识赵子路吗？帽子叔叔神情凝重地问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。帽子叔叔没说话，却很严肃地看着我的脸。我有些紧张地问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帽子叔叔的讲述下，我这才知道了整个事情的始末。原来和我发消息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前男友，而是这个叫赵子路的男生。他的女友前段时间因意外过世了，而他一直在失去女友的情绪中未曾走出来。
于是赵子路经常给女友号码发消息，诉说心中无尽的想念，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回应，直到我沿用了这个号码，阴差阳错下回复了他的消息，他又惊又喜，尝试着拨通号码，结果都失败了。那条信息险些成了催命符，差点害得赵子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幸好他及时被救了下来，可我依旧心有余悸。记市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，目前凶手在逃中。我颤抖着拿起手机想要报警，男人淡定地说：我劝你不要报警，因为在他们来之前，你已经没命了。清早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，男友正站在门外，他似乎有些疲惫，头发凌乱。他表明想在我这里暂住几天，我满脸惊讶他突如其来的想法，因为我们也刚认识不久。我和他是在餐厅里认识的，也是他主动来添加我的联系方式，经过几日的相处后，才刚确认了关系。我没有直接拒绝他的请求，微微抿了抿唇，还是让他先进了屋子。我倒了杯水递给他，询问起他为什么突然要在我家暂住，可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眼神中仿佛隐藏着很重的心思，随后挤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。遇到点麻烦。他的话中略带些无奈，还没等我继续追问，他低沉的话语再次响起：我饿了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我愣怔了一下，平常我根本也不做饭，家里并没有余粮。那你等着，我点个外卖好了。我抓起了手机，扭头冲他挤出一个笑容来掩饰尴尬。下完单后，我望向了男友，又尝试着想继续刚才的话题，可他一直低着头，不停地摆弄着手机，气氛压抑的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打开了电视，想着放点声音缓解一下，恰巧电视里正播放实况新闻。是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，目前凶手在逃中，伤者已送到医院抢救。各位居民如遇到有用线索，请马上通知。猛然间，我的瞳孔收缩，两只手不停地颤抖。男友的照片赫然出现在电视上，一瞬间我大脑宕机，眼神不自觉地瞥向了男友，而坐在沙发上的他不知何时已经抬起了头，全程淡定地看着电视中的画面。我捏紧了手机，下意识地想要报警，可男友的话突然缠绕在我的耳边，让我浑身一哆嗦。我劝你不要报警，因为在他们来之前，你已经没命了。我害怕地吞了吞口水，但身体却丝毫不敢动弹，依旧能感受到男友锋利的眼神在死死盯着我，似乎只要我有所举动，他立马会对我下手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门口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是外卖小哥。我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匆忙的起身，男友却抢先一步打开房门，面无表情地说了句谢谢。我费力地踮起脚尖，在他身后不停地向外卖小哥使眼色。祝您用餐愉快。外卖小哥转身离开的刹那，我绝望的连眼眶都红了。我僵硬地坐在沙发前吃着饭，心里一直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入口的饭菜也在此时难以下咽，今天的外卖味道很怪，又咸又涩。我下意识皱了皱眉，随即灵机一动，我啪地把筷子拍在茶几上。今天这外卖怎么这么难吃？我一定要给他差评。男友的视线死死盯在我的脸上，似乎想看穿我的意图。我大气都不敢喘，刻意让自己的样子表现得自然一些。接着他也尝了一口外卖，随即皱起了眉头。是挺难吃的，对吧？这种必须给差评。我装作十分气愤的样子，在他未反应过来前麻利地掏出了手机。男友阴冷的目光一直在我脸上打转，我刻意屏蔽了他的审视，手上不停地摆弄着。陡然间，一股冰冷的气息笼罩着我，转头看去，男友不知何时森森然地凑近了我。啪的一声，手机滑落在茶几上，在寂静的客厅中尤为刺耳。我手忙脚乱地去捡手机，男友却先我一步将它握在手里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：打开。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，颤抖着解了锁。男友检查了评论内容确实无异后，才把手机扔给我。我下意识地松了口气。不久，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，男友戒备地从猫眼向外望，是刚才的外卖小哥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还有2杯饮料忘记送了。他满脸陪笑地举起了手上的饮料。男友迟疑了几秒，这才打开房门。就在他要关门的瞬间，豹子叔叔突然冲了进来。我在给商家差评前，先快速给骑手打了赏110元。我只能赌外卖小哥能看懂我的求救信号。最初小哥只是茫然，直到他联想到我挤眉弄眼的画面，才意识到我遇到了危险，所以果断报了警。